大家好，我是会长，欢迎来到会长妄言。前面有回答罗塞塔石碑的发现、命名、细节等问题，而本篇是罗塞塔石碑问答2。废话不说，继续回答。其实，在发现罗塞塔石碑这块最大的碎片之外，后来又发现了该石碑的其他3份零碎的副本。除此之外，还知道几种类似的埃及双语或者3语的铭文，其中包括了3项较早的托勒密法令。公元前243年的亚历山大法令，公元前238年的康珀法令和孟菲斯法令，托勒密4世法令。按照古埃及人刻碑的习惯，碑顶应呈弧形，并雕刻赫鲁斯眼，因此学者推断罗塞塔石碑的上方应该残缺30厘米左右。后来借助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达曼胡尔发现的石碑，以及费莱神庙内的壁画互相校对，才把碑文补齐，并描绘了原始石碑的可能样式。之前介绍了石碑正面有圣书体、世俗体和古希腊的3种语言，其中圣书体部分残缺最为严重，只能看到象形文字的最后14行，而且左右两侧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。中间的世俗体文本保存最为完整，共计32行，其中前14行的右侧略有损坏。古希腊文字共计54行，前27行完全保留下来，其余的由于在石头右下角对角线断裂而变得越来越零散。由此数量说明古希腊文字描述同一内容比世俗体要长不少。同时你可以感受一下颇易失传10几个世纪的象形文字的难度。想要感受罗塞塔石碑，除了打飞的前往英国，在大英博物馆的人群中拥挤，和会长一样又穷又懒的，可以通过网页查看 3D 版本，通过 3D 版本隔屏细细品味一番。会长将在评论区或视频说明中留下链接。而碑文的内容是一则法令，该法令是在埃及历史动荡时期颁布的。公元前196年，埃及祭司为年幼的托勒密5世刻写了法令的公告。托勒密5世国王加冕以后，对埃及及祭司广施恩典，包括修葺神庙、赠予谷物、取消神庙所欠的税款等，并对神庙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。他还记录了尼罗河的洪水，在他执政期的第8年为民众如何谋取福利。作为回报，公元前196年的春天，埃及及境内的祭司云集圣城孟菲斯，纪念托勒密5世作为全埃及法老登基1周年，决定在全国神庙为他立像，并分别把他的出生和继位的日子定为节日。而对于这段法令的理解，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英文翻译，这不仅是因为对古代语的现代理解会不断发展，而且还是因为3种原始的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。实际上，整个托勒密王朝是由马其顿希腊王室统治。托勒密王国是埃及在希腊化的时期，他们的统治持续了275年，从公元前305年到公元前30年，这是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。而在石碑使用希腊文字成为一种必然性。如其问为什么有希腊文，应该问为什么有古埃及文、象形文。虽然他们不会使用古埃及的语言，但是在统治上，希腊人还是沿用了埃及的法老自称。本身这种法令石碑象形文字通常是由国王制定，但随着这种统治性的变化，高等祭司成为了唯一知道书写使用象形文字的人。在石碑上使用原本古埃及的语言，可以一方面保持原本的统一性，另一方面，国王为庙宇所做的善事清单，让象形文字的祭司书写也暗示了确保祭司的支持。这种民众对于托勒密王朝的支持，对于托勒密王国保持对民众有效统治至关重要。而前面也说到了，这个时期正是埃及历史动荡时期，可见这位年轻的国王也不简单。这个时期的埃及和亚历山大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评论留言。本期罗塞塔石碑问答暂且告辞。想知道罗塞塔石碑为什么会现存大英博物馆和相关的故事，可以查看罗塞塔石碑问答3。
喜欢会长内容的朋友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